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是会让你担心、害怕到睡不着觉的吗？有人怕蛇，有人怕蟑螂，有人怕数学，有人害怕被支配的恐惧，又有人怕手机不在身边啊？这有什么好怕的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各种恐惧症吧。嗨吼，大家好，我是志奇。从2015年开始，英国的剑桥词典每年都会选出一个能够代表当年度世界发展跟社会风气的单字。像是2018年的代表字就是 nomophobia， 中文是无手机恐惧症，是指手机一不在身边，心里就会很恐慌啊，然后很焦虑的状况。那这虽然已经是6年前的新闻但不少证据指出，无手机恐惧症的现象在近年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像是在2023年，就有一个研究调查了1408位18到25岁的受试者，就发现有高达了 99.9% 的人都有无手机恐惧症的迹象。另外，也有学者认为 COVID-19 的疫情让我们更仰赖手机来远距沟通，也因此让无手机恐惧症还有手机成瘾的状况都更加的严重。但这真的有那么严重吗？这是不是心理学者又在自创名词来吓人？如果这真的有这么严重，人们到底是在害怕恐惧什么？这跟怕蛇、怕蟑螂又是能够相提并论的吗？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的工商服务时间。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堂线上课程晨曦的自在花艺课，主题看似高冷，但其实超级新手友善。讲师晨曦是日本师范级认证的花艺师，拥有5年的教学经验。他这次专门为新手规划了架构精细的课程讲义，让花艺美学不再只能够凭感觉。课程当中总共可以学会10款好看又好上手的花艺，除了使用季节花材，更充满了日系极简风格，不用购买过多的花材就一样好看。而且每款花艺的尺寸适中，家里的任何一个小空间都能够充满美感。通常花艺实体课起码要2600元，而且一次学习1款花艺。而现在募资期间只需要不到4200元就能够学会共10款的花艺，输入我的折扣码还能够再省200元。现在就点击资讯栏把握优惠吧。无手机恐惧症 nomophobia 原本是 no mobile phone phobia 的缩写。那这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疾病名称但有这种状况的人，只要手机不在身边，或是没有办法使用手机的人，就会出现很多类似恐惧症的身心理反应，就是心里很焦躁、害怕、坐立不安，会一直想要拿回手机，也很难专心做其他的事情，还可能出现冒冷汗啊、呼吸急促、心悸等等的生理状况。尤其对于平常生活很依赖手机的人来说，没有手机所带来的不舒服会更加的强烈。那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状况，2015年美国有学者开发了一份无手机恐惧症的自评量表，题目会列出一些状况让你评估这些描述有多符合你。例如，会不会因为手机快没电而感到害怕？最后再用总分来判断自己是完全没有无手机恐惧症，还是轻微中度或者是重度的恐惧程度。目前的网络上面也可以找到中文的版本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从我们的资讯栏找来做做看。那如果你做完之后发现自己有中度或重度的无手机恐惧症，请别太紧张，因为身边可能有很多人都跟你一样。根据一个2021年综合了世界各地调查的统计结果，平均有高达 71% 的人都是中度的无手机恐惧症，而有 21% 的人是重度的程度。也就是说，没有办法用手机这件事情几乎已经是现代人心中共同的恐惧了。不过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的害怕？有学者认为无手机恐惧症是源自于4个手机为我们带来的重要影响，包含了沟通、社交连接、获取资讯，还有提升便利性。首先在沟通的部分，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习惯一遇到什么事情就传讯息或打电话给亲朋好友，但如果没有了手机，就像丧失一部分的沟通能力，就算遇到了紧急的事情，也不能够打电话求助，同时也收不到别人的消息。另外，我们从社群网络所获得的连接感，也是很多人难以放下手机的原因。这有点像是我们以前讨论过的错失恐惧，我们会因为害怕被孤立，没有跟上别人的话题，所以常常想拿手机出来滑看别人的近况。除了这些社交方面的功能，手机也是查资料跟吸收新知的好工具。所以如果遇到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的问题，而身边没有手机，就没有办法请教 Google 大神找答案，生活也会增加很多的不便。举例来说，想要记下来的东西只能够用纸笔抄，不能够直接拍照。要去一个地方只能够问路或看地图，不能够用导航。不过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觉得，没有手机只是会比较不方便而已，这种恐惧的程度也太小题大做了吧？但其实我们会小题大做的事情不止这件，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其他状况也会让我们出现类似恐惧症的反应。
第一种可能会让我们恐惧的刺激呢是各种的动物，像蛇啊、蜘蛛、各种昆虫，或是猫、狗、鸟类等等，几乎每种动物呢都可以找到害怕它的人。就像我们在人为什么会害怕蟑螂的这支影片当中提到的，对某种动物的害怕呢，一方面可能是我们演化出来避开危险的天性，另一方面呢，也可能跟后天的经验有关。例如说，从小自己的家人看到蛇就尖叫，就算自己没有被蛇咬过，也可能会因此很害怕蛇。另外，我们在学生时代呢，也可能遇过自己或身边有人有数学恐惧，一看到数学题目呢，就压力超大、冒冷汗、脑袋空白，甚至还可能紧张到胃痛跟头晕。但这种状况呢，其实不见得是因为一个人天生不是数学这块料，专家反而认为，这更可能呢是学习的方式不太适合自己，会太快自我否定，有认为自己一定学不会，所以错过了尝试跟学习的机会。不过在脱离学生身份之后呢，这种对于数学的恐惧可能也就不太会出现了，反而更可能遇到的是金钱恐惧，也就是不敢花钱，怕自己没钱。但这指的呢，并不是那种真的因为没有钱而节省的状况，而是明明没有必要过得那么拮据就还是省钱省到危害健康跟生活，像是连生病了都不愿意看医生。这样子的状况可能是因为过去没有钱很辛苦的经验，或是本身的个性比较容易紧张跟焦虑。这种状况严重的话呢，也可能打击到一个人的生活跟社交，那这会是心理生病的征兆吗？对特定的事物恐惧到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确实可能是心理疾病的症状，但其实很多疾病都会出现恐惧的症状。例如特定恐惧症，这类患者呢会对特定的对象或情境有过度的恐惧，而且有害怕的程度会远远超过实际可能遇到的危险。例如说，对打雷有恐惧症的人，明明待在室内就还是会一直害怕自己会被雷劈死，也会在生活当中避开任何跟害怕的东西相关的刺激。另外，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人呢，则是可能对于创伤事件有关的东西非常的害怕，因为会让他们回忆起创伤的痛苦。而饮食障碍症的患者呢，恐惧的焦点会跟自己的外形跟外貌，可能会害怕进食或是照镜子等等。还有社交焦虑症患者呢，会过度的担心别人的负面评价，可能会不敢去社交的场合，也不敢跟别人对话。不过恐惧呢，通常只是这些疾病的一部分症状，所以还是要让医疗的专业人员去做完整的诊断，才能够知道自己是哪种状况。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恐惧可能都没有严重到需要就医的程度。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己舒缓心理的害怕吗？要降低生活当中的某些不必要害怕，可以让自己在安全的环境跟情境之下练习暴露在恐惧之中。以无手机恐惧症的例子来说，可以试着每天安排1小时不把手机放在身边，也许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现手机不在身边以下，其实也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而且如果想要进一步的戒断手机的依赖，也可以渐渐的增加不带手机的时间跟情境。那在这样子的练习当中呢，可能很多人会自动进入这个战斗或逃跑的生理反应，也就是心跳会变快，呼吸急促，肌肉的张力也会增加。那这些反应呢，原本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祖先对危险做出立即的反应，增加生存的几率。但到了现代我们所面对的很多压力源呢，像人际跟考试的压力，这都不是可以靠肉搏就解决的。所以这种时候呢，其实可以起来动一动，消耗掉身体的张力跟紧绷感。同时在运动时呢，身体还会分泌脑内啡等等的快乐荷尔蒙，帮助情绪的调节。另外也有专家建议平常可以多练习冥想跟腹式呼吸等等的放松技巧，或是找一些跟自己有类似恐惧的人一起分享心情，交流各自面对恐惧的策略。最后还是不免俗的要提醒大家，在任何时刻，如果觉得心里面的恐惧或焦虑已经不舒服到影响生活，还是要马上寻求心理方面的专业协助哦。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跟恐惧症相关的英文单字真的超级多，像是害怕黄色物体的黄色恐惧症，怕看到掉落毛发的头发恐惧症，还有觉得小丑很恐怖的小丑恐惧症。这些各式各样的恐惧症呢，让我们自己回想到自己跟身边的人有没有害怕哪些东西。结果发现呢，我们生活当中会害怕的事情还真的不少，像是怕昆虫怕脏，怕在别人面前讲错话，怕投资亏钱，怕失去亲人等等。这么多的恐惧呢，其实某方面来说也有很重要的功能在，因为它让我们懂得避开危险，把握重要的人事物，或是成为改变的动力。像是有外媒报道过，苹果创办人贾伯斯说自己对于纽扣按钮这类的东西恐惧，所以从来不穿有扣子的衣服，也不喜欢手机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按键。后来呢，就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这样子的恐惧跟厌恶，我们今天才能够看到苹果产品这样子简约的设计风格。那虽然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贾伯斯一样因为恐惧而改变世界，但至少呢，我们可能可以有多一个角度看待恐惧这件事情。恐惧不一定只有糟糕的结果。那当然，生活当中呢，还是有很多其他可能引发恐惧症的状况。碍于影片时长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举例出来。
所以欢迎大家在底下补充，有哪些事情呢是你一想到就害怕的，也许你可以因此找到你的同类哦。好的，最后呢，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自己有无手机恐惧症吗？我觉得有，手机只要不放在伸手就拿得到的地方，我就浑身不自在。应该只有轻微的，短时间不用手机没关系，但如果一整天都不能够用，就会很难受。自己没有，我本来就不太依赖手机，所以没带也没差。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恐惧症。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人为什么怕蟑螂以及错失恐惧。那么今天这一期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